喂，好，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 KG 再版的这一款狮王，纸品带了3件套，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、说明书，还有一张很大的色卡。配件带了2个透明的支架，不仅能单体支撑，这一根组合成大飞机的时候，跟 MP24 连在一起，可以进行双向支撑。单体支撑的时候，把这个底座像这样插上。配件我们已经全部搭载上去了，整个的用料材质是那种非常光滑润泽的手感啊，摸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画风上面来说，放在你的 MP24 旁边，其实也是完全可以搭的。人形的身高在28公分左右，涂装细节刻画做的都是非常漂亮的。把这一块的扣子给它拉出来。再往下掰90度，顺着后背的这个洞插进去，也可以挂在这里。盾牌顺着胳膊这里给它拔下来，拿出这个底座，顺着边缘插上去，还可以给史达的小人当成护盾使用。手上握着一根鞭子，拿下来，每一节都是可以单独活动的，可动性非常的不错。里边都是球形关节，腰上配备了2枚加特林，靠滑道来伸缩。把它插进去，后背的肩炮通过肩膀上边这个齿轮关节，也可以把它抬过来，摆到人形正面的发射状态。头雕的造型做的还是可以的，2个电镀的大角非常的闪亮，脖子360度旋转，点头抬头稍微的有一些幅度，因为变形结构的关系啊，这一块的狮子嘴巴总觉得会差一点缝隙。肩胛这里设计了2处齿轮关节，可以抬出来很高的幅度。前后也是齿轮关节，非常清脆的声音。2头肌左右旋转，曲肘这里也是齿轮关节，可以达到90度多一点。手腕能稍微的往上拉一点点，360度旋转，这下边就是一个球了。然后全指可动手，每一个指节都穿了铆钉。腰部旋转左右基本上能达到80多度吧，但是无法做到360啊，因为它中间是有一个合体的机构存在的。因为合体的时候胸口需要左右分开，加了左右的转轴以后就没有前后的弯腰。胯部前踢90度没有问题，齿轮关节支撑性也不错。后踢大概30-40度，侧抬需要把腰炮旋转一下，然后齿轮关节90度，支撑稳定性很棒，并且侧抬的齿轮关节是那种很密集的小齿 ，A 字接地掰一齿过来，幅度不是特别的夸张，但齿与齿之间的虚位有一点大。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一定幅度，膝盖的位置左右还能旋转，90度屈腿，脚踝这里左右也有接地，前后的活动，这里是变形需要的齿轮关节。变形的过程，老玩具的设计还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在这个简单的结构之上，它还做出了所谓的5变形态。首先，我们把手腕转过来，下方的盖子打开，记得在翻转的时候，手腕的伸缩滑槽一定要压到最里面，然后手背冲外折进去，盖上盖儿，顺着这里把狮子的腿翻出来，然后再缩进去，压到里面，把这个爪子往外翻。前方的脚趾左右是可以打开一定幅度的。头部变形这里注意一下，根部是有一个推拉的滑槽，我们先向上推，然后掰开后边这一块的关节轴，把这个夹角拉起来，前方的扣子就脱开了，整个的往出翻折。我们需要把这个人脸藏到下巴的里边，跟脑门这里折叠的关节打开，整个的缩到最下面，哎。这个时候的狮子嘴就可以张开了，两边的獠牙90度放下来，然后再顺着这里边齿轮关节把前方的扣子给它插上，狮头稍微的往上提一提，前脚掌、后脚跟这里是齿轮的关节，把它插到这个凹槽里面。狮腿旋转放下来，掰正。这里边也都是齿轮关节啊，非常的清脆。侧面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我们把它按进去，再往里缩腿，相当于跟 MP10一样，当成一个锁扣，锁进去就拔不出来了。前裙甲这里其实跟膝盖是有一些干涉的，我们可以把它翻转上去，让过来。结合之前掏出尾巴的鞭子，把它插到双脚中间的扣子里。好，再进行扣合。
盾牌的底座可以顺着这一块的凹槽搭在上，大枪给它插到后背。盾牌打开，拿出这个支架，把底下扣子打开，桩子翻下来锁上，插进去。狮子形态做的还是可以的，哎，回头想一下，史达作为0号勇者啊，确实也是奠定了后续的很多基础。到后面其实有很多座，比如说黄金勇者啦，还有勇者传说的泰丹啦，都是用狮子变形机器人当成马甲穿在身上。武器给它摘掉，翅膀的齿轮关节翻平。把后边的这个炮旋转180度，当然这个炮也是插上去的，可以把这个放在人形的手臂上搭载。里边还有一个扣子，我们往后推一下，然后旋转180度再翻出来。这里边又有一个插扣，还可以拿在手上面，玩法也是挺多的。狮子头现在又打开这一块带有齿轮关节，稍微的往上拉一点点，目的也是拉出以后脱开前方脖子位置的锁扣。滑槽放到最下面，通过双段关节折起来。腰上的这个加特连旋转一下，这儿有一个凹槽，把它放到这个凹槽里边定个位置，然后胳膊旋转过来，把整个的手臂拉直，旋转180度。接着把刚才我们伸缩进去的这个滑槽拉出来，翻转180度，搁到这边去，爪子也翻一下。好，摆成这样。贴在这就行了，并没有什么插扣，靠着齿轮关节的定位。然后我们取下前方的这一块盖子，狮腿后面有一个旋转的关节，翻转180度，把它锁住，整个的盘上来，再通过齿轮关节给它放在这一面掰平，打开双腿中间的咬扣，把这块尾巴摘下来，拿出这一块盾牌。里边的扣子180度翻出来，左右合上，变成鸡头的位置，再顺着中间的凹槽插在刚才尾巴结合的挂扣里面，翻起脚心中间的2块起落架，后方的起落架在副甲的位置，左右翻开，到头有一个卡扣锁上，再从里面转出小轮子。后方的翅膀双关节延展开，这样的大飞船形态我们就搞定了。哇，一展打开还是很宽阔的，整个其实也就是团吧一下，变形的过程也很简单。哎，说起来这玩意儿多少有点像六面兽变成的那个飞船。把这2个炮管摘下来，翅膀这里掰开，还有一个 Z 字折叠的关节，可以调到前方。后边这里打开扣子，翅膀还能往后折。按自己的需求进行调整吧，在人形背包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多段的收纳。机头左右可以翻出2个扣子，再把这2个炮插在前面。现在的这个尺寸看起来就更壮观了。全部搞定之后，来到了41公分，一展的最宽处在42，所以你说简单的几下变形，这个飞船的样子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然后下一个玩法，我们把这个机头打开，摘下来，锁上，前方的起落架收回，爪子这一侧能翻起一个卡扣，我们打开这一块根部连接的插头。通过关节左右往内盘，然后把这2个爪子扣合在一起。侧面这里翻起2个带弹簧的挂钩，把炮给它插到后面，这个样子就可以跟你 MP24 的飞船形态进行插合了。所以也是可以想象一下 MP24 的飞船本身就很大了，再加上这一节狮王的 DLC， 那整个的飞船尺寸就更壮观了。我本身挺想拿出来媳妇送我的 MP24 跟它合体一下的，但是我的 MP24 放在了那个角落的床下边的柜子里边，我掏不出来，而且豆芽现在不让我收他这些玩具，每天晚上回来要玩大家就只能凑合看了，没办法，我现在是被小豆芽霸凌的状态。最后我们来把它变成马甲的形态，这2个扣子翻折回去，胸口侧面有2个红色的弹簧锁扣捏住，然后整个的拔下来，狮头从这边让过来，顺着里边的齿轮关节往内收，
背后的这两块带有齿轮关节的基座拉起来，翻开这里边的挂钩，下方这里的锁扣，左右的挂钩，把两个肩炮插上，就变成了史达的飞行背包。起落架收进去，左右这里合上，中间的狮腿拨开，扣子缩回去，扣住，然后顺着中间这里所有的插扣给它打开，一分两半。增高鞋变形，我们需要压着这个扣子，再把大腿拉出来一截，但是不要拉到头，缩到哪儿呢？看这个缝隙，把它压进去，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了。翻到里边来，根部这儿有一个锁扣，把它掰直，解锁开之后，这一节就可以翻折180度了。我们把拳甲放过来，腰炮放过来。翻开旋转，打开里边红色的零件，然后根部的滑槽缩长，再把脚尖翻出来。狮子腿随便扭一扭，只要摆平就好了。把这一块的脚底跟这里缩进去，然后整个的盖过来，上方的扣子结合插上。翻起来里边的这块合体的板子，拿出来底座1分2，顺着脚尖和脚后跟左右的这两个扣子，把它结合上。狮王的合体状态我们就准备完成了。最后史达也是两个增高鞋踩上，背后的书包一背。不过这个合体的效果还是得等豆芽回来以后跟人家商量一下，我才能把这玩意儿取出来啊。那总的来说吧，其实也就相当于给 MP24史达增加了一个配件包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官方 MP 自己的狮王迟迟没有见到。确实，本身来说，当年史达推出也算是一个让人挺意外的结果啊。当时还整了什么一个投票的企划，领袖投票的结果，大家都想着出巨无霸福特，官方强行洗票，整出来一套史达，但是后续的狮王这么多年都没见跟上。TFC 也是发现了其中的商机，终于 MP24能和狮王进行一个合体的状态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再次把这款东西拿出来再把，其实在那个年代的第三方还是围绕着官方的产品进行展开的。K 级的这套狮王用料、材质、外观的造型，还是尽量的想去模仿官方 MP 当时的那个状态啊，所以整体把玩下来的感受，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首先，全身的齿轮关节定位感叮当作响，跟 MP24摆在一起，画风并不会特别的突兀，而最终它主要的原因是也是能满足狮王合体最终在 MP 上边进行呈现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 KG 再版的狮王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